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云梦，我是你的学长 Edward。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做一期疫情期间在英国求职经历的分享以及 Q&A， 也非常感谢小伙伴们在微博、B 站呀，通过评论还有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这个问题，感谢大家。那在第一部分呢，首先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我们也不是什么职场大佬，也不是说非常懂 HR 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个人的经历分享，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的意见吧。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会在以 Q&A 的形式具体去回答一些大家有问到的问题。那我们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所以我的专业是数学，我是在华威大学读了本科，我是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读了博士。他是今年刚刚毕业，所以呢，基本上你们就可以按照他是一个校招的这个去参考。我呢是在谢菲尔德读的国际新闻，然后我已经毕业了有几年了，所以呢，我这个是属于社会招聘，也是有很多小伙伴其实在问我们说疫情期间找工作会不会特别难，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小伙伴真的跟我们讲到，就是说他们投了很多的简历，然后也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我们俩其实都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找工作也是找的觉得挺艰难的，是不是？对，我觉得对他找工作的这个 timeline 不是一个应届校招的一个就是 good example， 就是我会认为应该再早一点，应该是去年8、9月份的。对，然后那个时候你是有开始看，但是你集中开始找也算是去年年底了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也是本来就疫情很糟糕，然后再加上那个那时候是圣诞节快到了的那1个月，然后又连着新年，然后那一整段时间是属于找工作的一个冬季，也是，很多投的简历它也不一定有回复，然后那些企业就那段时间就不是非常 active 的一个状态，有一些企业陆续有回复的呢，也是都会把说最终的终面安排在年后了，所以年前那个时候你其实是没有拿到一个 offer， 对吧？还是说已经拿到一个？拿到了一个，但是不是特别满意。当时那个工作本身包括薪资待遇还有地理位置都是一个还 OK， 但是又不是说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纠结要不要把这个 offer 接了呢，还是不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心里也是很没有底，就不知道说来年以后这个找工作的状况会变好吗，还是怎么样。可是如果把它拒掉了，手头上只有一份工作，那后面如果暂时找不到其他的要怎么办？然后你也问了你很多其他的学长，然后包括朋友他们的找工作的经历，反正他们还都是对你来是蛮鼓励蛮安慰的，就是说找工作就是会花时间和精力的一个事情，你也不要特别着急，然后第一份工作如果不是那么的满意的话，这个 offer 是没有必要接的。对，所以我们最后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那个 offer 就没有拿。到了年后，就是说1月底2月初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企业都活跃起来了，一些校招呀也陆陆续续都在进行了，然后就感觉那段时间就是面试，然后也是特别多。所以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其实当时给到你面试机会，或者甚至是给到你 offer 这些工作，都是通过怎么样的途径找到的这些工作？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 job market works, how HR departments work, how recruiters work. So one important tip is to maintain a up-to-date LinkedIn profile. So yes, especially in the new year, January, February time, I had set my status to looking for jobs on LinkedIn, and many recruiters, Lieto, message me. 你刚刚说中文说猎头，对，说错了吗？没有。
through that process, I was able to secure more interviews with jobs that I was interested in. 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比通过一些求职网站的一些投简历面试，你认为其实通过一些比如说 LinkedIn 啊、猎头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 networking 内推啊，这样子要有效一些，是吗？ Yes, so as I said, my process started autumn last year, and in the beginning I was practicing, updating my CV, writing cover letters, and sending out applications in that way. The success rate was quite low, but you still get a few interviews, so it's a good way to practice, but not the best way to be successful quickly in securing job offers, I think. 但是有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可能会觉得，那我们在英国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networking， 认识的同学也不是那么多。那你对于比如说猎头啊、LinkedIn 啊，还有就是说，怎么能够 improve 自己的 networking 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Your university will very likely host careers events, and that will be one important way where you can go along, previously in person to a big hall, but now often online virtually, and companies will come because they want to hire students, graduates from your university. So this is on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who work at the companies that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and make connections in this way. Another possibility can be to keep in touch with alumni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有一些同学他们没有继续在读博士或者怎么样了，他们可能就已经去职场了。那算下来，他们其实大概都有个3-4年的工作经验了。这个时候你再会去问他们一些你们现在做的都是一些什么行业呀？比如说公司有没有一些内推的机会呀？这样子的方式呢，能够在你对于求职这个目标不是特别明确，说我到底具体想要做什么的一个情况下，你可能会对各个行业的一些细分有了一些更好的了解。就比如说他是读纯数学的嘛，所以当时他从大二的时候，不是博二的时候，就有点动摇，就觉得可能将来不会那么想做学术的纯学术的研究，还是想说去 industry 去做一下，比较更有挑战性一点对你来说。然后那样子的话，他其实也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自己去思考，或者是去探索发掘说我具体可以做什么，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要做什么，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我知道大家可能学的专业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分享他的经历呢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和 idea。他当时呢就是说你做数学的话，他自己对 IT 类的东西很感兴趣，他也在长远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 IT 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这些都是会有很好的未来的发展的。但是你自己学的东西如果是完全是这么纯学术的，要怎么样往那一块去靠？然后他也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自学的一些网课然后练习了大量的就是 programming 就是编程的一些东西，就是完全需要一个是上课，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是自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练习。然后当时他也跟朋友做了很多就是 mock interview， 就是模拟的面试。因为编程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有的公司会在你面试的过程中让你现场写程序、写代码，然后就是现场直接测试，对，现场直接做测试，而且它不是让你做题，它就是你的面试官他是全程在线，然后他可以就是远程看到你的这个编程的界面，然后你的每一步操作，然后他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同时他还会跟你一直在沟通，一直在谈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对一个完全本来是一个纯学术背景的人，所以他在这方面其实是下了蛮大的功夫和精力的。 So for example, if you are a master's student, then you will probably have friends who finished their studies
as undergraduates and went to work, so they would be a good source of people to as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in different jobs, to find out what they do on a day-to-day basis, and if that is interesting to you, and also what the interview process was like. Similarly, if you're at a undergraduate stage, I would strongly recommend you to look for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but even if you haven't, you can always ask your friends who did do internships what that was like at these companies, and this is a good way to find out other places that you might be able to go for people studying the same subject as you. 就如果现在还有时间的朋友啊，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多找找实习去做，就是它不仅仅是给你的这个简历加一点分，同时我觉得它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就是尝试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类型，你可能那个时候就会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这份工作你可能喜欢，那将来你可能在找全职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探索。如果你做了以后，你尝试了那么1-2个月，你觉得这可能真的不是你想做的东西，那也非常好，那就是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很低嘛，就不会说你做了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你已经开始了，然后你发现你特别不喜欢，然后再换，那个成本就要稍微高一些。因为像他在这边读了本科什么的，都是在英国这边接受教育，那对于他来说，他有一些很多本科的同学啊朋友在这边其实是好很多的。但是像我的话，我是在这边读的研究生，那我国内的朋友就是对于在我这边找工作就没什么帮助和经验可以分享的。但是呢，我当时就是通过了一个实习的经验，然后最后转成了一个全职。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这个实习经验都是很重要的。然后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比如说有人在 LinkedIn 上，然后私信你找到你，然后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So you usually get some messages from a stranger, someone you don't know, and they will say, I saw your LinkedIn profile in terms of your major, maybe previous internships you did. Use your LinkedIn as kind of an online version of your CV. Make sure it is presenting yourself in an attractive manner, but an honest manner as well, of course. 对，就不能瞎扯，然后人家就是面试的时候问到你，然后你发现这并说不出来个1、2、3，那就贼尴尬，那就直接再见了。If you do that well, people will message you and say, I have this job opportunity. They will give you a vague list of bullet points and say,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this? So you reply to them and say, yes, I would be interested. From the list of job requirements that they suggest, you can refer to your experience and say, yes, I have done this kind of thing before. If it's managing a small team, or if it's using a certain kind of programming language, anything like this. After that, the recruiter will send you a full job description. They will maybe arrange a phone call with you for half an hour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your experience, and if that goes well, they will arrange for you an interview. And so then you start the formal job application process. There will be, at least 2 interviews with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that varies from company to company. 他有朋友上次问到我们，你怎么确认这些猎头都是比较真实的，你不会被骗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有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真正好的猎头或者是比较正规的这些公司，这些猎头是基本上不会跟你去收钱的，他能够推荐你给这个公司去工作，他是会跟这个公司拿到钱的，这是他的这个劳务费。然后所以说，如果说这个猎头跟你要很多钱，说我能帮你推荐到什么样的工作，这种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了。Yes, that's absolutely right. So, like I said before, understanding how the job market works in this way is very useful. You're reached out for jobs by a person, they're on LinkedIn, for example, then definitely go to their profile and see what their LinkedIn profile looks like, and see
what recruitment company they work for, and you'll get a feeling for that. There are definitely good and bad recruiters. Some will just send out a million short messages with little effort and will not put a lot of effort on you. On the other hand, better recruiters will spend more time to understand you and your requirements as well, and so they will help choose appropriate job opportunities for you. So therefore,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from a job as well. As you said before, thinking about location, salary expectations, the type of work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many of these kinds of factors as well. 最后他 make final decision 这2个比较好一点的 offer 其实都是从这样的途径，然后在 LinkedIn 上，一个是就是猎头，再有一个就是他之前在学校参加这个career fair 是1年前了，然后那个 HR 就还记得他，有联系到他。不是 HR， 是一个 manager 工作人员。所以最后他也是在一个他觉得非常喜欢、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氛围的一个做有点像 Fintech 的那种 Start-up 的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就在伦敦做金融行业的一个大厂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其实他当时是非常非常纠结的，然后就觉得他很喜欢那家 Start-up 公司。后来呢，我们就综合了各方面角度的考虑，我觉得大厂的那个公司当时为了要他，我觉得挺有诚意的，就是给了一个超出我们预期一些的那个这样子的 offer。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嘛，然后有一些大厂的一些背书啊什么的，各方面可能都会好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反正最后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比较大的名牌是吗？工资的一个预期，很多人都在问，就是在英国，比如说博士毕业的工资会不会很高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没有比普通的人高出那么多，可能是说起点会稍微高一点。但你想想，他这个4年读博的时间也挺长的，有很多他当时本科的朋友，那你用了这4年的工作经验，可能他们的工资也差不多就已经到这儿了。所以就是你不能觉得说你真的有差那么多，其实没有。我觉得你觉得 PhD 比较正常的一个工资的年薪的 range 是怎么样的？在英国